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藏在你们手心里的天大秘密，也就是要教大家怎么看你掌心里那一道最神秘、最金贵也最难得的纹路，它叫做福德十字纹。大家耐着性子听完之后，你立刻就能知道你这辈子到底是不是被老天爷选中的人，你吃了一辈子苦，后半生到底有没有福气，老了有没有钱花，身体能不能长寿安康，生命里还会不会遇到贵人相挺。但在我教你怎么看之前，我要先给各位打一剂预防针。掌心的福德十字纹 90% 根本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靠后天硬生生修出来的。它是老天爷在天上看着你，感应到你内在的德行，亲自盖在你手上的通关大印。听懂这句，下面我讲的中医医理和易经天机，你一听就通，一用就灵。好，现在请把眼睛盯着你的手掌，这道神秘的十字纹到底藏在手掌的哪一个方位呢？大家看仔细了，真正的贵人十字纹、福德十字纹、天选十字纹只长在两个极其特定的地方，其他地方长出来的统统不算数。第一个位置长在你掌心的正中央，你把手掌微微窝起来，手心最中间那个凹下去的地方像不像一个聚宝盆？这个位置我们中医和风水学上称之为明堂位，这是聚气、聚财、聚命的风水宝地。第二个位置长在你的智慧线与感情线的正中间。大家看看你手掌上横着的那两条最粗的线，上面那条管感情，下面那条管理智，就在这两条主线正中间，如果出现了一个十字，那就是它。但是各位千万不要看到个交叉的线就铁齿瞎高兴，老天爷给的印记是有极其严苛的标准跟门槛的。这个十字纹必须是清晰的、端正的、方方正正、不歪不斜的，它绝对不能破碎，不能模糊的像一团泥巴，也不能断断续续，更不可以旁边缠着一堆乱七八糟像蜘蛛网一样的细纹。它必须是一个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十字。如果它是倾斜的打叉纹，那叫破财纹；如果是好几条线交叉在一起像个星星，那叫星纹。各有各的讲究，只有在这两个特定位置长出来的正十字，才是老天爷发给你的福音，才是你在这滚滚红尘中被选中的标记。我们古代那些看相的老祖宗把这个位置的纹路叫做福德纹，也叫贵人十字，甚至叫它天心印。你去看历代的相术大师，中医里的国医圣手，哪一个不是把这个纹路看得极重极重？为什么？因为这道纹绝对不是你随随便便吃几天早斋念几天佛就能长出来的，这是你这个人的内在德行、你的气血、你的心性、你的修为，在人世间熬打积累到了一个极其深厚的程度，是天地之气感应到了你的存在，发现你体内气血充盈，经络一路通畅，心神极其安定，它才会在你掌心这块风水宝地上慢慢的浮现出来。这是你自己一分一毫一砖一瓦修出来的，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更不是你父母能给你的。天生有十字纹的人，那是人家祖坟上冒青烟，祖上积德，先天带福，从小根基就平顺，而这后天长出来的比天生的还要金贵10000倍。如果你原本手里没有这道纹，你是靠着自己大半辈子在这吃人的红尘里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委屈，后来你顿悟了，你改了心，转了念，调了气，修了性，硬生生的用你的善念和正气在手心里把这道十字纹给逼了出来，养了出来，那可是真正的大格局、大造化。这就等于你靠着自己的力量，把老天爷发给你的一手普普通通、困顿坎坷、多病多灾的烂牌，硬生生打成了福运之命、长寿之命、贵人之命。这种人只要把十字纹修出来了，你的后运简直无穷无尽，连带着你的儿女、你的子孙后代都要跟着你沾光，受你的福德庇护。那很多乡亲听到这里马上就要瞪大眼睛问了，尼师啊，你别开玩笑了，这手上的皮肉纹路怎么可能因为我脾气变好了，心变宽了，它自己就能长出来呢？你如果有这个疑问，太好了，说明你脑子是清醒的。接下来我就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黄帝内经给你揭开一个几千年不传之秘。听懂了，你绝对会对自己的身体、对因果法则、对头顶上的神明生出一种深深的敬畏。
在我们中医最顶级的望诊里面，人的手掌到底是什么？手掌根本不是一块普通的皮肉，它是你全身经络的大汇聚之地，你五脏六腑的气血最后统统都要走到你的手心。人体最关键的12条大经络全都是从你的手和脚起始交接的，而你掌心那个正中央的明堂位在经络上对应的是哪里？对应的就是心包经，也就是你心脏的外围大总管，它管着你的神志，管着你的情绪，管着你的家族能量场，甚至它管着你的德行和因果。我今天直接给你们讲一个活生生的故事，只要把这个故事听懂了，你立刻就会明白老天爷是怎么在你的手心里记账的。有一年我的诊所里来了一个做工地小包商的林大哥，50出头，他推开门走进来的那一瞬间，我这心里就直摇头。为什么？他整个人那个气场极其暗淡，满脸的苦相，他一坐下来拍着大腿就开始疯狂倒苦水。尼斯啊，我这一辈子命太苦了，我每天在外面跑业务，拼了老命想多赚点钱给家里，可是这几年干什么赔什么，工程款收不回来，身体还查出了高血压。我这么努力，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赏我口饭吃啊？看着他这副怨天尤人的样子，我极其严厉地对他说，林大哥，你先别急着骂老天爷，来，把你端饭碗的那只手伸出来给我看看。他把手一伸出来，好家伙，他的手腕线又黑又枯槁，一点光泽都没有，这代表他整个人内在的根基全乱了。你再顺着手腕往上看，看他掌心正中央那个明堂位完全塌陷下去了，原本该长出十字纹，该聚财的那个最金贵的位置，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道道像刀割一样的暗红色的杂纹和破财纹。我盯着他的眼睛，一针见血地问了他一句话，林大哥，你每天下班回到家，在你们家客厅到底是都怎么对你太太，怎么对你小孩的？他当时就愣住了，支支吾吾地说，我赚钱那么辛苦，回到家当然想清静一下。我太太啰嗦，我儿子整天打电动不读书，我看着就心烦，当然就吼他们两句，这跟我赚钱有什么关系？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糊涂，你以为你是在外面赚钱，其实你是在家里漏财，你的客厅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风水名堂。我叹了口气，苦口婆心地对他说，你在外面受了委屈，憋了一肚子的火，回到家门一开，把满身的阴邪煞气全撒在客厅里，你骂太太，吼孩子，整个客厅的磁场瞬间被你搞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我告诉你，在因果法则里，你这叫什么？这就好比老天爷本来在你家客厅中间放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巨大金元宝，结果你一进门带着满身的戾气，一脚就把这金元宝给踢飞了。你还敢问老天爷为什么不给你钱？各位，人就是一个移动的磁场，家里的客厅就是你这个家庭能量交汇的中心，你天天在这个中心地带烦躁、抱怨、发脾气，你心里的那台马达24小时都在嗡嗡嗡的高速空转，你这个心一乱，你体内的气血就跟着彻底浑浊，气血一浑浊，你手腕上的根基线就会发黑，那些带着剧毒的负面情绪死死堵住你身体里的经络，让你掌心里的纹路变得像被菜瓜布刷过一样乱七八糟，你还能指望能长出闪闪发光代表着贵人和大财的福德十字纹吗？绝不可能。所以啊，各位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了，别老是去怪老天爷不给你好命，是你自己把你原本平平顺顺的牌打得稀巴烂，不是这道十字纹给你带来了好运，而是你先变成了一个好人，一个心平气和、有福德、懂得善待家人的人，你的气血清澈了，经络打通了，这道十字纹才心甘情愿地长在你的手上。林大哥听完我这番话，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知道我句句都戳中了他的命门。我跟他说，你手上的纹路就是你这辈子因果修为的照妖镜，你骗得了全世界，骗不了你掌心里的乱纹，但只要你现在还没咽气，只要你肯改，这手相是活的，福气你照样能养回来。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跟林大哥一样后背发凉？你可能会想，哎呀，尼斯啊，那我以前不懂事，造了很多口业，发了很多脾气，现在我手里全是乱纹、凶纹，那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蛋了？没救了。手相是活的，经络是活的，它是会随着你的气血和心念变化的。只要你愿意修，愿意改，
这道能救命的福德十字纹，你照样能把它硬生生的养出来。接下来我就要把当年救了林大哥一命，让他在半年内硬生生长出十字纹，彻底翻转家庭因果的5招改命续气法，毫无保留的教给你们。只要你老老实实照做，100日见小效，3年见大效，你掌心里的命运密码绝对会为你彻底改写。这改变命运养出十字纹的第一招，也是所有风水转运最核心的地基。你一定要给我记牢第一件事，寅卯之时静心养气，调清你的内风水。我讲句掏心窝子的实在话，现在很多人到处求医问药，吃这个保健食品，那个降血压药，但我告诉各位，你们现在最大的病根本不是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胆固醇过高，你们绝大多数人最大的病是这颗心完完全全1分1秒都静不下来。你们自己摸着良心想想，是不是这样？每天透早眼睛一睁开，洗个脸，吃个早饭，脑子里就像传统菜市场一样吵，叽叽喳喳全是杂念，一会儿烦恼钱不够用，一会儿气老公不帮忙，一会儿又怨儿女不听话。好好的一个家，硬生生被你搞了磁场大乱，乌烟瘴气。你这颗心就像一潭浑浊的死水，充满着暗红色的戾气与执念。这种极低频率的磁场会像一堵无形的铁墙一样，把你身边所有的好运、贵人、财富通通弹开。你越着急挣钱，钱越不理你；你越想管好儿女，儿女越叛逆。这就叫背道而驰。那到底该怎么救，怎么破这个局？我今天教你一招最落地，不花你1毛钱，但却最有威力的节气化煞法。每天透早，请你死死抓住卯时，也就是清晨的5点到7点之间。这个时候天刚蒙蒙亮，你往窗外看，外面的天空还是一种极其深邃宁静的深蓝色，万物还没有完全苏醒。这个时候天地间的磁场是最干净最纯正的。你每天就在这个时候从床上爬起来，走到你家那个经常吵架的客厅或者是阳台上，安安静静的坐下来。记住我说的3个绝对不要，绝对不要拿手机，绝对不要去想今天要去菜市场买什么菜，更绝对不要去回忆昨天谁得罪了你。你就挺直腰板坐在那里，目光柔和地看着窗外。当第一缕金灿灿的初升阳光刺破那层深蓝色的夜幕，洒进屋里，照在你脸上的时候，你开始把所有的注意力完完全全放在你的呼吸上，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你在吸气的时候，就在脑子里想象那股纯净的金灿灿的天地生发之气，顺着你的鼻腔直接吸进了你的胸腔，灌注进你的5脏6腑，照亮了你全身的经络。你在呼气的时候，就去想象把你体内那些因为担忧、愤怒、跟家人争吵而产生的像水沟底黑泥一样的浑浊煞气，随着你长长的呼气全都吐出体外，让它们消散在空气中。做多久？只要10到15分钟。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15分钟。卯时是一天当中宇宙天地之间阳气生发、生气最旺、清气最足的时候。你坐在这10几分钟，根本不是在发呆，你是在做一次宇宙级别的能量交换。你是在借老天爷最纯正、最刚猛的金色阳气，来洗刷你体内那些淤堵的经络，补足你亏损的心气。只要你雷打不动的坚持做下去，不出100天，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首先，你内在的磁场会慢慢变得极其清明，那种黑红色的浊气散了，你掌心的气血自然就会重新顺畅的流动起来。原来那些乱七八糟的杂纹、凶纹就会像被清水冲洗过的泥沙一样慢慢变淡。更重要的是，一个内在真正清静下来的人，他看事情的眼光会完全不一样。哪怕老公在客厅里又乱丢袜子，哪怕儿子在饭桌上又顶了嘴，他也能心平气和的去化解，而不是像个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你少发一次脾气，就少造一次恶业；你少走一次弯路，运气自然就顺了；少犯错，身体当然就好了；少抱怨，你们家的家庭能量自然就和睦了。被你踢飞的金元宝自然就找回来了。这就是改命养出十字纹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打地基。第一步你如果做不到，那我后面讲的再多，对你来说都只是白搭。但这还不够，你把屋子打扫干净了，总得往里面搬金元宝，装好东西吧。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讲的第2件大事，
也是让你那道福德十字纹能够破土而出最厚实的一块土壤。第二件事，行善积德，以德载福。这绝对不单单是杨首相那么简单，这根本就是改写你整个家族因果命运的天机。我一提到行善积德这4个字，你们肯定有一大半的人要摆手了。尼斯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每个月领那几万块的死薪水，房贷车贷压得我喘不过气，去菜市场买把葱都要计较半天，我哪有那个闲钱去捐款？我哪有资格去当慈善家？大错特错，糊涂啊！是谁告诉你行善就一定是捐大钱建学校的？如果只有有钱人才能行善积德，那老天爷这笔账算得也太不公平了吧？穷人岂不是一辈子翻不了身？各位听好，古人讲的行善根本不需要你花1毛钱。行善是发善心，出善言，行善举，它是从你每天睁开眼面对身边最亲近的人最微小的事开始做起的。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向外布施一种极其高频的正向能量。我们中医讲德为气之基，你这个人德行厚道，你体内的气就旺盛，气一旺，你掌心的纹路就清晰润泽，福德纹自然显现。你如果为人刻薄，满嘴恶言，你的气就极其浑浊，手心里全都是乱七八糟的病纹和灾厄纹。为了让你听懂这种能量转换的威力到底有多恐怖，我跟你讲一个真实故事。在中南部的一个传统早市里，有个开自助餐店的陈老板，他每天起早贪黑的炒菜，赚的也都是辛苦钱。市场里有个常年捡纸箱回收孤苦无依的老恶魔，带着一个小孙子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极苦，经常连饭都吃不上。陈老板看着心酸，但他没有直接拿钱去施舍，因为他懂因果，他也顾及阿嬷的自尊心。他每天中午收摊前都会故意留下2个热腾腾的便当，里面偷偷多淋1大勺卤肉汁，再塞上2只大鸡腿。等阿嬷来捡纸箱的时候，他就走过去塞给阿嬷。阿嬷千恩万谢，陈老板没收过1分钱。这件事他一做就是好几年，从来没有跟别人炫耀过半句。各位，这叫什么？在普通人眼里这叫同情，但在因果法则里，这叫不求回报的最高频布施。后来阿嬷过世了，陈老板也就慢慢忘了这件事。10几年后，老天爷给陈老板一家降下了一场极其可怕的生死大劫。陈老板唯一的亲孙子突发极其罕见的血液重病，被连夜送进急诊室。医生满头大汗的跑出来下病危通知，孩子是罕见的阴性血型，血库现在根本没血，家属赶紧想办法，不然孩子撑不过今晚。全家人在急诊室走廊上绝望的痛哭。陈老板当时觉得天都塌了，这可是他们老陈家的独苗啊，这种罕见血型大半夜的去哪里找？就在这生死悬于一线的绝境时刻，一个刚下手术台的年轻外科医生路过，听到病人家属的名字和这极其罕见的血型，他猛地停下脚步，冲过来看了一眼病历，二话没说，直接撸起袖子对护士说：抽我的，我是这个血型，快救人。孩子的命奇迹般的保住了。事后陈老板一家激动的去给这位年轻医生磕头道谢，这位医生赶紧把陈老板扶起来，红着眼眶叫了一声：陈老板，您不认得我了，当年在早市要是没有您每天那盒多加了1大勺卤肉汁的鸡腿便当，我跟我阿嬷早就饿死在街头了，我根本撑不到考上医学院，这条命是我还您的。各位听到这里，你身上有没有起鸡皮疙瘩？这就叫天机，这就叫能量的同频共振。当年陈老板在便当里多加了那1勺卤肉汁，他以为只是喂饱了一个穷苦的孩子，但在老天爷的账本上，这股极其纯正的善良磁场早就化作了一道极其强悍的护身符，在10几年后硬生生的从鬼门关前把他的亲孙子给拉了回来。这就是老祖宗讲的最顶级的风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各位听完这个故事，你还要说你没钱行善吗？根本不需要你去干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今天出门，你在社区遇到邻居，主动给人家一个大大的微笑，说句早安，这就叫行善。你在马路上看到年纪大的老人家提着重物，你顺手帮一把，这就叫行善。你去餐厅吃饭，对给你端茶倒水的服务生客客气气的说一声谢谢，辛苦你了，这就叫行善。甚至你管住自己的嘴，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八卦，不造口业，
你对自己的另一半多一份耐心，不扯着嗓子吼人，不坑人，不骗人，不算计人，这就是在向整个宇宙发射最纯正的金色光芒。你每天做一件小事，就是在你的命运账户里存进一笔巨大的福报。聚沙成塔，聚气成文。当你内在的善良磁场越来越厚实，老天爷自然就会在你的掌心里清清楚楚地刻下那道福德十字纹。这是你自己修来的，这才是任何人任何灾祸都抢不走的铁饭碗。各位，前面2招讲完了，那是教你打地基种福田，但有很多人听到这里肯定要抱怨了。尼斯啊，你说的静心我也去做了，在马路上我也去扶老人家过马路了，怎么我的运势还是卡卡的？我手心里的十字纹怎么还是出不来？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3件大事，也是我今天非要给你们开的一剂猛药。第3件事，感恩化煞，彻底清空你体内的下水道。我先问大家一句，你脑子里现在立刻过一遍，你身边是不是有这种人？或者你自己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种人？天天抱怨，天天不满，天天怨恨，看媳妇不顺眼，嫌人家不做家务，看老公心烦，嫌他赚钱少，看自己命苦，觉得全家人都对不起你，看到隔壁邻居发了财，换了新车，你就在背后眼红酸溜溜的揍人家，一天到晚怨气冲天，走在路上都像是一团移动的乌云，戾气满身。我告诉你，不用去算命的，这种人运气一定极差，身体一定浑身是病，家庭一定鸡飞狗跳，子女绝对不听话，所有的贵人看到他都像看到瘟神一样绕着走，所有的灾祸和破财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死死咬着他不放。为什么？不要觉得这是老天爷不公平，我们中医把这个道理解释得透透彻彻。你心里的那些怨恨、嫉妒、不满、愤怒、焦虑，你以为它只是一种情绪吗？错，它们在风水和医理上统统被称为阴邪煞气。你以为最毒的煞气是在外面的乱葬岗、荒郊野外吗？糊涂，这世上最毒的煞气就长在你的心里。这股黑压压的阴邪煞气在你的身体里乱窜，它会干嘛？它会死死阻塞你的12经络，疯狂耗散你的心气，破坏你周身的磁场，严重损伤你的5脏6腑，最后直接缩短你的寿命。这就好比一条原本清澈见底、水流顺畅的河流，因为你天天抱怨发脾气，等于你每天把发臭的厨余往清澈的溪水里倒，慢慢的泥沙淤积，杂草丛生，水流不动了，最后硬生生憋成了一潭发黑发臭全是细菌的死水。人喝了这种水能不生病吗？所以很多人跑来找我看风水，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尼斯啊，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家大门开错了方向，挡了我的财路啊。我当场就毫不客气地骂他，什么阳宅风水差，是你自己把你自己的运气挡住了，是你满肚子的怨气把经络堵死了，是你那张整天抱怨的嘴把福气推开了，把健康毁掉了。跟你家大门朝哪边开有个半毛钱关系。那怎么治体内的下水道全被垃圾堵死了，怎么通？我告诉各位，感恩就是这个宇宙中化解煞气最好、最快、最直接，而且绝对不花钱、没有副作用的特效药。我说的感恩不是让你虚情假意的去做表面功夫，跟别人说句谢谢，它是一种极高频率的纯正的正向能量。当你真心生出感恩之情的时候，这股高频能量能瞬间把你体内那些低频的怨气、阴气、浊气、病气、灾气，就像正午的烈日融化冰雪一样，化得一干二净。它能让你的气血重新顺畅流动，让你的运势再次通关，让你的脏腑调和，心神安定。在风水学上，感恩根本不是一种礼貌，它是最顶级的化杀大阵，它能把凶运转化为吉运，把病气转化为正气。怎么做？非常简单，只需要每天晚上当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在脑子里真诚地想3件你觉得值得感谢的事，可以大也可以小。比如感谢老天爷，我昨晚踏踏实实睡了个好觉。比如感谢我那虽然啰嗦但一直不离不弃陪着我的老伴。比如感谢今天出太阳了没下雨，感谢我还有一口热乎的卤肉饭吃，感谢我这双腿还能下地走路。各位，这不仅是玄学，更是有着极其严谨的科学支撑的。俗话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你心念的频率
直接决定了你人生的走向。你只要把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雷打不动的坚持做上3个月，我敢向你保证，你会发现你看世界的眼神变柔和了，你的气场变得极其干净，极其强大。那些莫名其妙的小人，麻烦会自然远离你，灾祸会自然消散，而你掌心里的那道福德十字纹，就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吸收了这股极其干净纯正的能量，慢慢的清晰的浮现在你的明堂之上。各位，前面3招如果你都听懂了，也照做了，那你已经比这世上 80% 的人都要清醒了。你命运的下水道通了，好东西也装进去了。现在我们要讲决定你能否长出十字纹，彻底翻转命运的最后2道大关卡，尤其是最后一关你过不去，全盘皆输。第4件事，净贤清正，隔空借气。什么叫净贤？就是你要去亲近那些有智慧、有德行、心地善良、正向乐观的高人。风水里面有一个极其核心的原理，叫做共振效应。2个频率相同的东西靠近，会互相增强，互相加持。人就是一个移动的磁场，你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你就向阳，你就聚气；你天天跟那些恶毒的人搅和在一起，你就沾染一身的浊气。很多人马上跟我哭诉，尼斯啊，我也想找高人啊，可是我身边全是一帮天天打麻将、讲八卦、泡茶、练消化、抱怨的亲戚邻居，我上哪去找高人借气啊？别急，现实生活里碰不到高人，我今天教你一招隔空借气法。你身边都是小人没关系，你去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翻开来读，或者去听听专家讲座，不用多，哪怕你每天睡前只读上个1、2页，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是在跨越时空，直接跟中华5000年来最高智慧的能量场连接。你是在借老子、庄子、神医、华佗他们极其庞大纯正的气场来养你的心，清你的气，正你的念。这招完全免费，只要你坚持，不出半年，你的气场绝对翻天覆地，那些低频的小人自然就从你的生命里滚蛋了。接下来各位竖起耳朵听好了，我们要讲今天的第5件事，也是最难最要命的一道关卡。第5件事，放下执念，让气流通。人为什么运气差？为什么身体全是病？为什么明堂晦暗，乱文丛生？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你的执念太重了，你太想控制一切了，你太想把老公按你的想法捏扁搓圆，你太想逼着儿女出人头地，你太想死死抓紧手里的每一分钱，你双手抓得那么紧，指甲都掐进肉里了，你心里绷得像一根快要断掉的钢丝，你体内的气完全僵死在里面，根本流不动。风水最讲究什么？讲究长风聚气，但这股气必须是活水，必须要流动才能旺，才能生财，才能健康。你把自己憋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好运怎么进得来？老天爷怎么把福报塞给你？怎么练？放下。我给你们一个最管用、最直白的大白话自问法。每次你焦虑的睡不着觉，气得浑身发抖的时候，你就问问自己，就算今天这件事真的出包了，就算这笔生意彻底黄了，天塌下来有神明保佑，我今晚难道吃不下一碗热腾腾的卤肉饭了吗？难道连个睡觉的安稳床都没得睡了吗？答案绝对是，你照样能吃得很香，照样能睡得着，照样能活下去。你这么一想，你心里那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扑通一声就落地了，你紧绷的双手一松开，你体内的气瞬间就开始流动了。为了让你彻底幸福，我跟你讲讲我一位病人林妈妈的真实案例。林妈妈快60岁了，早年丧偶，一个人把独生子拉扯大。按理说儿子现在30出头，在科技公司上班，也该享清福了。但林妈妈不，她把儿子当成了自己全部的命。儿子找什么工作，交什么女朋友，甚至每天晚上几点下班，她都要死死盯着。每天晚上林妈妈就一个人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客厅里连个小夜灯都不开，就那么阴沉沉的坐着等。儿子只要晚回来半小时，她就在客厅里一顿大哭大闹，骂儿子是没良心的讨债鬼。结果呢，儿子被逼得申请调去南部，连过年都不愿回家。林妈妈自己则是整宿失眠，心脏出了大问题，天天喊着胸口痛。她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气色晦暗到了极点，背弓着，双手死死地攥成了2个拳头，走起路来像丢了魂的行尸走肉。她一坐下来就捶胸顿足地哭，尼斯，我命怎么这么苦？我把自己的
一辈子都给了我的儿子，他怎么能这么对我？我连命都可以给他啊。我当场毫不客气地指着他的手大骂，林妈妈，你那不叫爱，你那叫最毒的执念，你的那风水已经破败到极点了。你看看你这双手，你死死攥着不放，你攥住的是儿子的命吗？你攥住的是你自己的煞气。你每天在客厅里散发的那种控制欲，就是世上最阴邪的毒药。你把你们家的风水大阵彻底砸得稀烂。我厉声告诉他，回家去，把你的手给我松开。儿孙自有儿孙福，他30多岁了，老天爷给他安排了什么命，让他自己去走，去跌倒。你每天早上给我老老实实静心15分钟，出门去行善化煞，晚上睡觉前给我感恩。最重要的是，把那根快把你双手勒断的线给我彻底剪断，放过你儿子，也放过你自己。林妈妈当时被我骂得浑身一震，大哭了一场后，老老实实回去照做。大约过了半年，各位，奇迹出现了。有一天，林妈妈又推开我诊所的门，这一次她整个人容光焕发，腰板挺直了。走进来的时候，那个气场干净的，就像刚下过暴雨洗过的天空。她激动地把手摊开，直接举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心里也是暗暗吃惊。短短半年的时间，她原本僵硬的手掌彻底柔软了，掌心明堂处原本那些乱七八糟像刀割一样的杂纹和胸纹，竟然奇迹般的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她智慧线与感情线的正中间，极其稳当、极其扎实的伸出了一道清晰、端正、干干净净的正十字纹。林妈妈告诉我，这半年她学会了放手，晚上不再去客厅像防贼一样等儿子，而是去社区做环保志工，去公园做甩手工，跳赞美操。她不管了，心脏病也奇迹般的好转了。最神的是，儿子发现母亲变了，不仅主动调回了老家，周末还经常带女朋友回来看他，母子关系比以前亲近了10倍。他当时两眼放光地问我，尼斯啊，是不是老天爷给我长了这道十字纹，所以我儿子终于孝顺了？我看着他重重地说了一句话，这也是我今天想送给你们所有人的话，林妈妈，你搞反了，绝对不是这道十字纹给你带来了好运，而是你自己改了心，改了气，改了德，放下了对儿女的执念，是老天爷感应到了你的清净心，这道福德十字纹才心甘情愿地长在了你的手上。纹是你变好的证明，绝不是你变好的原因。各位朋友，今天我把这掌心十字纹的秘密，从里到外，从先天的中医医理到后天的因果风水，给你们掰开揉碎了，讲了个底朝天。所以各位，你们都记住了吗？卯时静心，行善布施，感恩化煞，敬贤戒气，放下执念，这5招就是你翻转命运、养出福报的真正底牌。今天的内容很长，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请你把刚刚这能救命、能翻转你下半辈子运势的5个救命招，死死地刻在你们的脑子里。请记住，你若心存善念，处处有利他之心，哪怕你今天住的是个漏雨的破旧老公寓，你站的地方那也是聚气聚财的风水宝地。你若满心恶念，自私自利，你就算住进几百平的豪宅里，那也是寸草不生的人间地狱。修好你的心，多去想想怎么帮助别人，怎么让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好那么一点点。利他其实就是最高级的利己。当你真正有了这种利他的思维，你体内的经络将一路畅通，老天爷的福气就会像江河入海一样疯狂地涌向你。那道代表着天选、代表着贵人和福报的十字纹，自然就会心甘情愿、稳稳当当地长在你的掌心。今天我讲的内容绝不该只藏在发黄的古书里，它应该实实在在的帮助你们每一个人过上真正顺遂、长寿、平安、和睦的生活。所以现在我就要请所有看到这里的有缘人立刻跟着我做一件事，这不是普通的留言，这是一次极其强大的宇宙能量共振。就在这支影片下方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句祈福的话，你可以写愿我的家人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你可以写愿看到这条影片的所有人事事顺遂，逢凶化吉。哪怕你只是敲下感恩这2个字，你要知道，当你敲下这些字的瞬间，你不是在给我留言，你是在向整个宇宙发射最纯正的善意与正向磁场。几十万人的善念在这里汇聚，你在这个能量场里留下你的印记，就是为你自己
为你子孙后代种下了一颗巨大的福田，福报立刻就会通过荧幕回到你和你家人的身上。最后，我再送你们一段话，请你们刻在心里：掌心十字纹乃是天选印，心静气自足，得后福自来。行善天庇佑，感恩煞自消。相由心生起，文随修行成。命由己造，福由己修。90%的人一辈子等不到好运，是因为不肯修、不肯改、不肯放。只要你肯修、肯改、肯放，你就是那10%被老天爷选中的人。掌心十字纹必为你而生，福运吉运必为你而来。祝愿大家一家平安，世代兴旺，无灾无难，长寿安康。我们下期再见。